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遇过那种装神弄鬼的人？有人说我算命超准，结果他连自己今天会不会下雨都不知道。还有人自称我跟神有直接 line， 结果讲出来的预言一个都没有应验。如果这些人在撒迦利亚13章的场景里，他们会怎样？很惨，连自己的父母都会把他们举报。经文说得很直白，若人在说假预言，他的父母会说你不得存活。简单讲，连家人都不挺，直接社会性死亡。是不是很震撼？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，父母是孩子最大的靠山。可是如果连父母都说对不起，这孩子乱讲神的话，该处理掉，那就真的完蛋了。经文继续描述这些假先知到时候会怎么样？他们会自打脸，开始否认我不是先知啊，我只是个务农的。哇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！前一秒还拿着麦克风大喊 Thus says the Lord， 下一秒立刻改口，我只是种田的啦，搞错了。更好笑的是，他们身上还有伤痕，别人问你这些伤是哪里来的？他竟然说这是我在朋友家被打的啦。拜托，经文暗示这些伤根本就是他们在假宗教仪式里自残搞出来的，结果被戳破了还要硬凹，完全就像小孩摔破花瓶还说不是我，风太大了。不只是假先知，连罪恶也要被彻底清理。第1节说得很震撼，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泉源这个画面好美，就像整个城市被打开一个超巨大的净水厂，所有肮脏的东西都被冲干净。我们日常是不是也很需要这种泉源？心里积了好多垃圾话，结果一开口就伤人，或者做了一堆自己也后悔的事，晚上睡觉还会翻来覆去，那种内心卡油的感觉。上帝说放心，有一个泉源能把你整个人都洗干净。这画面太美了，就像你穿了一件白 T 恤出门，被真奶洒到，心想完蛋了，洗不掉了。结果有一种神奇洗衣精，一倒下去干净如新。上帝的赦免就是那种神奇力量。13章中段突然有个惊人转折，刀剑应当兴起，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等等。上帝竟然允许刀剑攻击他的牧人，这里其实是一个预表，指向耶稣被钉十字架。这画面很反直觉，不是神要保护他的牧人吗？怎么变成神亲自允许他被攻击？原来这就是救恩的核心，耶稣代替我们受击打，好让我们能得到那股洗净罪恶的泉源。这就像一个超英雄电影，当城市所有人都应该被炸弹炸死时，英雄自己冲上去把炸弹抱走，结果自己牺牲了，城市却得救。这就是基督的救赎行动。最后上帝说还有一个过程，火炼，我要使这1/3的金火熬炼他们，如熬炼银子，试炼他们，如试炼金子。听起来有点恐怖，对吧？火炼就是痛苦啊，可是在上帝眼中，这不是毁灭，而是净化。就像黄金要经过高温才会把杂质逼掉，最后才闪闪发光。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历火炼，明明很努力，却一直碰壁，关系中被背叛，痛到不行，或者梦想破碎，觉得人生失败。但这些过程不是为了毁掉我们，而是要把我们里面那些假装、那些杂质清掉。经文最后很美地说，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。我要说，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，
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看到没？经过火炼后留下的不是假象，而是真实的关系，那是一种彼此认定的爱。所以撒迦利亚13章的核心就是假先知会被揭穿，罪恶会被洗掉，牧人为羊牺牲，剩下的人经火炼成黄金。听起来很严肃，但背后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，他要把我们洗干净，留下最真实的自己。就像人生经历一场大地震，所有假墙假装饰都倒塌，最后只剩下最牢固的根基。而如果你的根基是在神里面，那么你就比黄金还珍贵。